我的男朋友有8个网恋女友，但他不知道，其中7个都是我。2个月前，我发现男友网上撩妹，索性将计就计，开了7个小号，用不同的风格和他谈恋爱。于是每次过节，我都能收到8份礼物和红包。直到那天，男友约我的7个小号在同一天网恋奔现。今天是我和秋怀恋爱1周年的纪念日，他向来体贴大方，每逢节日都会为我准备好礼物和红包。这回他送了我一台新手机，苹果最新款，又发了5200元的红包，备注自愿赠与，我爱玲玲。我很满足，觉得自己找到一个爱我又专一的好男人。没想到下一刻就被打脸了。秋怀鼓捣着新手机，帮我迁移数据。我闲得没事，打开他的手机，想刷几个短视频解闷，却看到一条弹出信息：怀哥哥，你给我买的新手机收到了哦，超喜欢。我的身体僵住。很快又有一条信息进来，等不及今晚和你见面，人家好想你呀。我点开弹出的消息框，是一个叫蝉蝉的交友 app， 这是最近时兴的一款 app， 被称为撩妹钓鱼神器。我的大脑还没消化刚才的信息，对方又发了一张照片过来。这是一张对镜自拍，身材姣好的女孩，穿着性感，手上举着一台新手机，颜色、款式都跟秋怀买给我的那台一模一样。我下意识看了眼男友秋怀，他还在认真地帮我迁移数据，那专注的模样，任谁看了都会以为他对我的事无比上心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也是这样以为的。秋怀的朋友圈里全是我，说要给我最足的安全感。我生病发烧，他每次都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尊重我的传统观念，同意结婚之前绝不碰我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居然会背着我在交友 app 上网恋出轨。我的脑袋一团乱麻，心脏揪得发疼。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带着秋怀的手机去了卫生间，锁上门，我才研究起这个 app 上的聊天记录。这个女孩的昵称叫做是可可啊。3个月前，她和秋怀通过蝉蝉 app 相识，秋怀连着每天给她订外卖、送花，还陆续赚了3万多的红包。2个人在半个月前奔现，打得火热。这之后，他们又约了好几次，甚至在今晚我们恋爱1周年的纪念日，他也即将和这位可可一起度过。那么我又算是什么？我的心痛得厉害，咬牙翻看着他们卿卿我我的日常。就在这时，卫生间的门被敲响了。玲玲，我的手机呢？秋怀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紧张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尽可能平缓的语气回答他：哦，你手机在我这儿呢，无聊刷几个视频。说完，一边假装冲马桶，一边调出短视频 app， 将进度条拉到中间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出去，把手机还给他，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吃晚饭。秋怀看到手机屏幕上的界面，松了口气。他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：玲玲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今晚我要跟客户吃饭。我假装不经意地问：客户？女客户吗？当然是男客户。秋怀大言不惭道：如果是女客户，我肯定会跟你报备啊。玲玲，我很清楚自己是有女朋友的人呢，换做以前，我一定会因为他的话而感到安心，可如今却只觉得讽刺。大概是看我情绪低落，秋怀不由软了语气：对不起玲玲，纪念日不能陪你吃晚饭了，不过今后咱们还有好多个纪念日可以过，你就理解理解我好吗？说完，他掏出手机，又给我转了13140元的红包，并向我承诺，等这笔业务谈成，再送我一份大礼。我的心一下就没那么痛了。那好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听我这么说，秋怀咧嘴一笑：玲玲真乖，我就知道玲玲最体贴了。随口的道别，他这用力的一笑，反而显得有点刻意。我更坚信他是要去和那位可可约会，要不然怎么会急于用红包和礼物讨好我？欲盖弥彰。目送秋怀出了门，我脸上的表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实在想不通，当初我慎而又慎挑选的男人，怎么会变成这副鬼样子？不，或许他没有变，而是原本就如此。还记得当初他跟我表白时曾说：玲玲，其实我以前有点花心，需要和不同的女生聊天才能感到安全。直到遇见你，我才明白自己真正渴望的爱情是什么样。从今以后，我只对你一个人好。那时我还很感动，以为自己是他过尽千帆后的郑重选择。原来狗还是改不了吃屎。可即便这样，想到要和他分手，我还是难过到无法呼吸。没错，我是个恋爱脑，并且自己很清楚这一点。要我离开一个深爱的人，实在是抽筋剥皮的一件事。如果直接断联，很可能会加深我对他的滤镜，容易心软回头。唯有反复纠缠，看透对方的嘴脸，直到他再也激不起我内心的任何水花，才能彻底放下。从心理学上讲，这叫脱敏治疗。而且秋怀对女人是真的大方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他的网恋女友，从未吝啬。就冲这份金钱价值，也让人舍不得。我心思一转，有个绝妙的想法冒了出来。既然秋怀这么喜欢网恋，我不如注册几个小号，用不同的人设跟他谈恋爱。凭他对女人的大方，我挣点零花钱应该没问题吧。
我火速下载了缠缠 App。经过研究，我发现这个 App 可以同时登录7个小号，切换方便。这无疑让我的计划方便了很多。我直接去网上买了7个小号，保证注册时间不一致，避免全是新号会被怀疑。又购买了7套不同风格的美女套图，用于打造形象。大致给每个小号确定了人设后，我私聊了秋怀的缠缠账号。我说自己在 App 里的同城圈里看到他发的状态，对他很感兴趣。当然，不能7个号一股脑地上，要循序渐进，逐步击破。当天夜里，秋怀就回复了我的第1个小号。他大概结束了跟可可的约会，又跟我道了晚安，便热火朝天地投入跟新人的聊天中。毕竟相处了1年，我对这个男人的喜好足够了解，没费什么劲就获得了他的好感。你真是我遇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孩，好久没有跟人聊得这么开心了，我感觉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。秋怀如是说。我瞅着这话觉得有些眼熟，仔细一想，不就是刚认识秋怀那会儿他对我说的原话吗？更没想到之后我每用新的小号跟他聊天，他都会把这话重复一遍。搞半天他的情话都是复制粘贴打包奉送的，亏得当年我还觉得很感动，以为自己是他的真命天女，真是下头。不过下头归下头，礼物却是实打实的。秋怀还真是来者不拒，对我的7个小号都情根深种，时不时发个红包买个礼物。红包我都笑纳了，麻烦的是收礼物的地址。我找了上班路线上的7家菜鸟驿站，方便一条龙收货。每到节假日就是我丰收的季节。还别说，自打我的7个小号开始和秋怀谈恋爱，我被劈腿的痛苦就减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薅羊毛的快乐。虽然我有7个小号，但完全不用做时间管理，因为秋怀只有1个人，分身乏术。这种方式不光挣钱省力，还能提高自己的撩汉水平。反正这个男人我已经摸透了，应付起来很容易，一点也不耽误我干其他事。甚至秋怀还会因为劈腿太多，对我的真身心怀愧疚，加倍给我发红包，简直是新时代致富新路径。但我忽略了一点，网恋总有奔现的一天。在我的7个小号跟秋怀网恋了2个月后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聊了这么久，我想见见你。明天上午10点，旺德商场门口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，一定要来哦。秋怀的这条消息将我从薅羊毛的美梦中惊醒。更可怕的是，我的7个小号全部收到了这条消息，时间、地点一模一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的7个小号已经被他发现了？还是说秋怀的羊毛已经被薅秃，打算摊牌不玩了？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决定先用1个小号试探一番。怎么突然提出见面？人家还没有准备好，我用一个害羞内敛人设的小号，扭扭捏捏地婉拒了邀约。不料消息刚发出，我就看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。系统发出提示，对方拒绝了你的消息，秋怀居然把我的小号拉黑了。我不甘心，又用其余几个小号发出消息，同样被拉黑。这是不给我留任何拒绝的余地，要么见，要么分。想到即将到来的情人节礼物，我的心在滴血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他把我的7个小号约在同一时间，难道不怕翻车？这事儿似乎有蹊跷。思前想后，我动用了本尊的身份，给秋怀打了个电话。这个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。喂，玲玲，怎么了？秋怀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是怕周围人听见似的。我适时发挥演技，声音虚浮如丝。秋怀，我肚子好痛，好难受啊。秋怀不忘贴心好男友人设，立刻对我嘘寒问暖。怎么了，玲玲？是不是吃坏肚子了？可能吧。你在哪儿啊？能陪我去医院看看吗？那头沉思了一会儿，才答。我在公司加班，一时半会儿走不了，我给你打个车去医院吧。我装作十分委屈的样子。那算了，我再坚持一下，明天上午你再陪我去医院吧。秋怀吞吞吐吐。明天，他一犹豫，我便委屈上了。明天是周末，难道你都抽不出时间陪我吗？秋怀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声音轻颤，勾出一丝哭腔，如同一个百般隐忍依然难掩痛苦的痴情少女。连我都被自己的演技折服，一边是我，一边是他的7个网恋女友，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选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秋怀没有犹豫太久，就答应了我的要求。那我明早来接你，你先好好休息，需要什么药就让外卖送。说完又转来520元红包，备注乖乖吃药。红包到手，我的委屈立刻烟消云散。本以为秋怀既然答应了明早陪我，必定会取消和7个小号的奔现，可直到第2天早上起床，我的7个小号居然还在秋怀的黑名单里。干，秋怀到底打算搞什么名堂？翻车大赏吗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秋怀打来了电话。玲玲，我到你楼下了，下来吧。我下了楼，拉开车门坐上副驾，开口第一句就是我们不去医院了，去旺德商场。秋怀一愣，问我怎么换地方了。我抑制住内心的忐忑，抱着秋怀的胳膊撒娇，我感觉身体好多了，现在不需要看病，只想购物。秋怀会心一笑，好，那就陪你。我牢牢盯着他的眼睛，想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一丝端倪，可是没有。
秋怀的目光很平静，平静到就像他从来没有约网恋对象在旺德商场见面。一时间，我居然产生了自我怀疑，难道是我哪里弄错了？这种怀疑一直持续到我们到达商场门口，还没下车，我就看见一道亮丽的身影在门口顾盼，姣好的身材，性感的穿着，眉目间焦躁难耐，却强装镇定。那是秋怀在缠缠 App 上的网恋女友可可。她和照片上有些差距，但因为我早就把她的状态翻看过无数遍，因此第一眼就认了出来。这一刻，困扰我一整天的问题终于解开。原来约7个小号出来奔现的不是秋怀，而是可可。大概是可可昨天意外发现秋怀在缠缠上还有7个女友，心里气不过，于是约7人出来面谈。怪不得他昨天说完时间地点后，不等回复就拉黑了我，估计是怕被秋怀发现，打破他今天的计划。那么显而易见，昨晚秋怀所谓的加班，其实是陪在可可身边，否则他不会有机会拿到秋怀的手机。我的思绪在几秒间飞速旋转，明确了这一切后，我放松了，微笑了，甚至想要掏出瓜子，等着看可可会上演怎样的好戏。秋怀，外面有点冷，我们快进商场吧。我露出一个天真烂漫的笑容，牵起秋怀的手，迫不及待朝着可可的方向走去。秋怀也真是心大，一路上只顾着关心我的身体，压根没瞧见可可，反倒是可可眼尖，远远看见我跟秋怀手牵手，然后立刻躲了起来。不过我知道鱼儿已经上钩，果然趁着秋怀中途去卫生间的功夫，可可找上了我。我叫樊可，是秋怀的女朋友，她方才躲得那么快，这会儿却趾高气扬了起来，一副正宫的气派，你知道吗？你正在跟一个有女朋友的男人纠缠，限你今天之内和我男朋友断干净，不然就是知3当3了。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微微一笑，你如果是他的女朋友，刚刚看见我跟他在一起，你躲什么？直接闹上来啊！樊可一愣，梗着脖子道，女人有时候就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不想让秋怀难堪，私下告诉你，也是为你好。说完，他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，拿出手机向我展示他们俩的合照。我和秋怀已经交往5个月了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跟他也是在缠缠 App 上认识的吧？樊可说的振振有词，显然把我当做那7个小号之一。不，我和秋怀是在现实中认识的。我淡定道，我们已经交往1年多，真要论小三，你才是。樊可脸色一白，你不是缠缠 App 上的人，那你今天怎么会来这里？我挑眉，快到情人节了，我男朋友来陪我买礼物，不可以吗？这也太巧了。樊可轻声喃喃，又像是反应过来什么，急促地说道，实话告诉你吧，秋怀不止咱们2个女朋友，他在缠缠 App 上还有7个网恋女友，他就是个渣男，你不要被骗了，赶紧及时止损分手吧。我神色未变，只看着他的眼睛，你叫樊可是吧？我很好奇，你一直在劝我跟他分手，那你自己打算怎么办？樊可愣了愣，似乎没料到我会问出这个问题，他含糊不清地嗫嚅着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很特别。樊可身体一僵，似乎被我轻慢的语气刺激到了，猛地抬起头，把话敞开了。没错，秋怀对我就是不一样。他说过最爱的人是我，其他人都是过眼云烟。现在他只不过一时开小差，只要把你们这些障碍扫除，他自然会回到我身边。我提醒他，你刚刚还说秋怀是渣男。樊可握起拳头，我相信自己，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，等浪子回头，让海王收心。我差点笑出了声。与其说他是对自己有信心，不如说是对秋怀的钱有信心。之前看秋怀和他的聊天记录时，我已经知道他大专毕业，是个没什么人气的网红，能勾搭到秋怀这样研究生毕业、大方又体贴的男人，几乎是他的上限了。正因此，他大费周章地约出秋怀的7个网恋女友，就是想扫除情敌，独霸这个男人。只可惜，那7个女友都是我的小号，让他的算盘落了空。秋怀快回来了，我先走了，你想清楚就赶紧跟他分手。樊可扔下这句话，做事要走。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，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不如等秋怀过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说完不等他回答，我一个平地摔，拽着他的衣角跌坐在地上，戏精上身。不，我不相信，秋怀对我这么好，怎么会有别人？我表情哀伤，哭得凄凄切切。秋怀从卫生间回来，看见的便是这副场景。你们2个，秋怀看到我和樊可待在一起，脸一下就白了。我用力挤了挤眼中不存在的泪。秋怀，他说她是你的女朋友，还说你有7个小三，那我算什么？秋怀愣了一下，又很快恢复镇定，转而不悦地看向樊可，你居然偷看我的手机，瞧，这就是男人，明明自己做错了事，还好意思反过来斥责别人，仿佛这样就能把罪责推到女人身上。偏偏樊可看不透其中逻辑，在秋怀的反问下慌了阵脚，怀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翻你手机的，我也是因为在意你啊。眼看樊可就要被秋怀带偏，我赶紧跳了出来，颤着嘴唇，不可思议地望着秋怀，他说的居然都是真的吗？秋怀愣了愣，从来没见过我这般悲伤的模样。
我带入情绪，想到过去1年多和秋怀的点点滴滴，竟真的伤感起来。刚才他跟我说你有好多小三，我还不信，我还对他说你对我很好，我相信你。原来你居然……我的眼泪适时掉落下来，一下下砸中了秋怀的心。秋怀方才挺直的腰身顿时软了下来，急切地走过来扶起我。玲玲，你听我解释。这一句解释是对我说的，让樊可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怀哥哥，樊可不甘示弱，轻轻叫了秋怀一声，眼中噙满了委屈。秋怀这个花心大萝卜，又将目光转向樊可。如今，秋怀的左手边是我，右手边是樊可。到了不得不选择的时候，秋怀却是左右为难，久久没有动作。看样子，我得推他一把。秋怀，我其实幻想过嫁给你的，但我知道你还没收心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你愿意娶我的那一天。我又抹了一把泪，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等到了。说完，我不等秋怀反应，转过身逃离现场。我了解秋怀，他虽然花心，却渴望得到矢志不渝的真情，仿佛这样可以证明他男人的魅力。而方才我用最悲伤的语气配上最深情的话，正是秋怀向往的那种调调。果然，我还没跑出商场，秋怀就追了出来。玲玲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原谅我一次好吗？他抱住我，表情里满是愧疚。我要的就是这份愧疚。我趁机哭诉，秋怀，我是不是注定什么都会失去？先是昨天电脑坏了，今天又得知你丢了别人，是不是我想要的，最后都无法拥有？秋怀心疼的厉害，连忙安抚我，别哭，玲玲，你想要的都会拥有。就电脑坏了就换，你想要什么牌子？我来给你买。我哽咽着，目光在商场的电脑区扫视一圈，差点就没忍住笑出了大牙。这场闹剧的最后，秋怀送了我一台新电脑，疗愈我内心的创伤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创伤早在2个月前就撕裂了。如今，秋怀虽然依旧会牵动我的情绪，但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剧烈。想到他，我的痛苦正在逐渐减弱，只想从他那里多搞点钱。正因此，我没有深究他和樊可之间的事，甚至还给他找理由。我对他说，你这么优秀，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你也是正常的，我不敢奢望能独占你。这无形间给了他底气，更加肆无忌惮地各处热聊。反正我早已不指望他收心，不如鼓励他朝七暮八，让我的7个小号多挣点钱。很快，秋怀把我的7个小号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。我用小号故意作闹，质问秋怀为什么拉黑自己。为了安抚我的7个小号，秋怀又是买礼物，又是发红包，金额到位了，也就和好了，又是一波丰盛的收割。同时，我也发现秋怀并没有跟樊可断掉，这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毕竟以樊可对秋怀的志在必得，肯定不会放手。但区区的樊可和我，怎么可能让秋怀满足？他开始琢磨着约我的7个小号出来奔现。第一个收到奔现邀请的是我的1号小号，这个号的人设是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坚强美女。我于是找理由推脱，最近父母欠了钱，忙着打工还债，没心思见面。秋怀一琢磨，自己的女友有难，不能没表示啊。于是发了个大大的红包，备注自愿赠与。有这些钱缓解你的压力，应该能抽出时间见一见吧？秋怀说。我收下红包，愉快地拉黑了他。秋怀在1号小号那里受了挫，又将目光瞄向了我的2号小号。这个号的人设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美艳御姐，因此当秋怀提出见面时，我理所当然拿出差当借口。我在外地出差呢，周末虽然放假，但回来的机票公司不报销，太浪费了。秋怀当即表示没关系，我给你报销机票。他还真的仔细查了2地的机票价格，赚了往返的金额给2号小号。钱到账的一瞬间，我熟练地拉黑了他。原来这就是海后的快乐吗？脚踏2条船，迟早要翻船；脚踏万条船，翻都翻不完。估计是在我的小号那里受了伤，秋怀又想起我的号。网恋太缥缈，还是现实中的人可靠？于是情人节那天，秋怀在餐厅安排了一顿烛光晚宴，邀我共度。我兴致缺缺，晚宴还不如红包来得实在。即便如此，还是答应了。秋怀敏锐地觉察出我的情绪，玲玲，我怎么感觉最近你对我冷淡了许多？有吗？我敷衍地回答，可能是在商场那件事留下了心结吧。秋怀皱着眉头，就好像碰上了甩不掉的麻烦事，急于解决。然后他再次道歉，他说自己做的不对，但同时也希望我反省一下我的问题。玲玲，你应该理解一下我，你观念保守，结婚前不让我碰。好，我尊重你，但我是个成年男人，又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总是有需求的。我爱你，所以我愿意为了你忍耐，但也希望你能理解我。我的身体需要宣泄，但我的心只属于你。我猛地抬起头，大概是最近我和樊可对他太纵容，让秋怀产生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，以为无论说什么，他的女朋友们都不会离开。秋怀这般言之凿凿，仿佛出轨的人不是他，而是我，是我不愿奉上身体，才逼迫他出轨的，真是可笑。
秋怀还在给我画饼，相信我，玲玲，等我们结婚就好了。到时候我一定会收心，好好跟你过一辈子。说完，他掏出一个精美的戒指盒，在我眼前打开，里面躺着一枚漂亮的钻戒，而我只觉得恶心。秋怀的花心已经是惯性，就算他睡到了凡可，不也照样找了我的7个小号吗？如果说之前我对他还有最后一丝眷恋，那么此刻所有的眷恋烟消云散，我彻底看清了这个男人的嘴脸。我下定了决心，正要开口拒绝时，凡可突然气势汹汹冲进餐厅，不由分说抢走了戒指盒。怀哥哥，你上当了，你被这个女人骗得团团转。我和秋怀都是一愣，先反应过来的是秋怀，他伸出手斥责凡可，你来这里瞎闹什么？戒指还给我。凡可却不依，牢牢将戒指盒藏在身后。怀哥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你在缠上的7个网恋女友都不愿意见你？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这7个人都是他扮演的。凡可义愤填膺地指向我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秋怀果然来了兴趣，问什么意思？凡可嘴里滔滔不绝。我之前看过那7个人的地址，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刚好在一条线上，还都是由代收点签收。所以这几天我以丢了快递的名义，在代收点一个个查监控，终于发现所有收礼物的人都是他。白玲玲。凡可甩出一沓照片，正是我在监控下取快递的截图。这回变无可变了，但我既然敢收礼物，就早已对这种情况做了预案。因此，当秋怀双眼发红，质问我为什么戏弄他时，我瞬间入戏，装出一副悲戚的样子。秋怀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？还不都是为了你？谁让你总是不满足，需要同时爱很多个，我不就得努力让自己成为很多个吗？但不管有几个我，都会反反复复爱上你，只爱你。甩锅这招，我还是从秋怀身上学到的。唯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而此刻，秋怀张大了嘴，被我一番话说得动容无比。玲玲，你对我的爱竟然到达了这样的地步。我惊讶于他的脸皮之厚，但还是委屈的点头。我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，可我总是想以不同的身份多了解你一点，多听你说几句话。秋怀感动万分。玲玲，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。凡可见势不对，连忙跳出来，不是，他一直在骗你啊，他拿了你那么多红包和礼物。秋怀抬手阻止他继续再说下去。玲玲这么做都是因为太在乎我，他爱得那么辛苦，多犒劳些又怎样？听他这么说，我顿时松了口气。只要礼物和红包归我所有，一切都好说。退一步而言，就算秋怀把我当骗子，但他发给我的红包基本都备注了自愿赠与，拿不走的。想透了这一点，我放心大胆地奉上了最后的演出。可是秋怀，我已经无颜面对你了。我扮演了7个人设，只为了获得你的欢心。如今真相揭晓，我羞愧难当，我在你面前已经没有尊严了。秋怀急忙安慰我，没关系的，我不在乎。可我在乎。我目光楚楚地哀求他，我原本就配不上你，是老天恩赐，才让我有了一段跟你共度的时光。如今被人拆穿，就给我留一点最后的尊严，让我离开吧。就算你原谅我，我也难以原谅我自己。秋怀深情地望着我，玲玲，我忍住内心的恶心，看他一眼又躲开，做出一副想看又不敢看的样子。秋怀，我们分手吧。说完，我起身，拎着包夺门而出。秋怀还要追，但被眼疾手快的凡可拦下了。干得好，反正我已经对这个男人彻底厌倦，钱也挣够了。这个时机恩断义绝，内心再也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有如释重负的轻松。从发现秋怀出轨到现在，这段感情拉锯了数月，终于分手了。对我来说毫无遗憾，因为已经失望透顶，绝无回头的可能。我拉黑了秋怀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他试图用别人的电话打给我，一听见是他，我又拉黑了。拉黑之前还得续上之前的戏，我想在你心中留下最美好的形象，不想以骗子的身份活在你身边。秋怀大为感动，渐渐也理解了我的深情，不再打扰我。凡可终于拨云见日，成为了秋怀的正宫。他很得意，还从秋怀的通讯录里找到我的电话，专程打来向我炫耀。我还以为多难呢，本来以为需要干掉8个对手，没想到干掉你一个，你直接1带7，帮我把所有情敌都扫平了。对了，上次他用来给你求婚的戒指，最后送给了我。我们快结婚了，到时候给你发请柬，你一定要来啊！我呵呵冷笑，就这么个手货，你高兴就好，我才没工夫搭理他。我的精力最近都放在泡帅哥上。经过与秋怀在缠 App 上的切磋，我锻炼出了高超的撩汉技巧。7个小号7种人设我都玩得转，专心泡个帅哥，基本是降维打击。我给自己精挑细选了一个男人，脸帅腿长人品好，没有一处不满意。多亏了之前的撩汉经验，让我从众多美女中脱颖而出，拿下了帅哥的芳心。跟秋怀分手不到1个月，我就有了新男友。往事早忘了，我欢欢喜喜谈着我的新恋爱。一次男友陪我去医院体检时，我居然在妇科门外遇见了凡可。他满脸愁容地看着手里的诊断书，因为太过专注，不小心与路过的行人相撞，诊断书落到了我的脚边。
我弯下身替他捡起。樊可见状，慌忙从我手里抢回诊断书，但晚了，我已经看清了上面的检测结果，他得了性病，阳性。我沉默了片刻，问他是秋怀传染的吗？樊可绷着脸，嘴唇咬到泛白，才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。我后悔了，秋怀根本不可能收心，你离开以后，他又到处乱约，染上了这种病，连带着我也……他说不下去了，攥紧诊断书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哪里还有之前向我炫耀时的神采？这时，我的男友走了过来，递了一杯热水给我暖手，又将我搂在怀里，警惕地看了看樊可，生怕他会伤害我似的。樊可顿了顿，好半天才如捏着说：“真羡慕你，这么快就有了新生活。”我笑了笑，放下渣男，你也可以的。樊可摇了摇头，看着手里捏皱的诊断书，眼中透出绝望。我不再多说，在男友的陪伴下离开，也是个可怜人，紧抓着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缘分，终究被反噬。原本我以为与秋怀的所有交集已经画上了句号，却没想到有天晚上回家时，居然在家门口看到了他。他的变化很大，看上去比以前憔悴不少。脸色苍白，眼睛布满血丝，嘴唇因为干燥起了壳。但即便这样，在看见我时，他依然挺直了腰杆，仿佛找回了自信的样子。玲玲，我和樊可分手了。他说出了这句开场白。我看到秋怀就觉得恶心，只想让他快点离开，冷着脸问：“你来找我，什么事？”我一边说，一边拿出手机，给刚刚送我到楼下的男朋友发短信，让他赶紧上楼。秋怀见我这般态度，似乎有些意外，斟酌了一下才说：“我想了很久，发现自己最爱的人依然是你。过去你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我，但在我看来，那并不重要。感情最重要的不是配不配得上，而是愿意不愿意。你就是那个我愿意相守一生的人。”我听得掏耳朵，都这时候了，还跟我搁这酸呢，以为自己是情话小王子。我冷笑着拆穿他：“是因为你现在得了性病，所以觉得我能配得上你了，对吗？”秋怀错愕地看着我：“性病的事你怎么知道的？玲玲，你一直还在关注着我，对吗？”我都快吐了，也没兴致再跟他演戏，索性摊开了。秋怀，潜台词听不出来吗？我当初说配不上你，就是想跟你赶紧分手，给你找个台阶下而已。秋怀红着眼：“怎么会？你明明那么爱我，我以为你会一直在原地等我的。我以前确实是恋爱脑，可一旦放手，就是完全放下。因此，听他在这里嘀嘀咕咕，不耐烦的情绪瞬间暴涨。真可笑，凭什么等你？凭你乱撩骚，凭你有性病？别瞎扯了。”秋怀身体一僵，难以相信这样的话居然是从我口中说出的。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手背因为用力青筋毕露。我不信，你还用7个小号来讨好我，你肯定忘不了我。我被秋怀抓得很疼，挣扎着想躲，突然从身后窜出一道身影，一拳朝秋怀脸上招呼过去。是我的男朋友，及时赶到。你没事吧？男友一看我的胳膊被秋怀掐得绯红，气得又给了他一拳。秋怀捂着受伤的脸颊，震惊道：“玲玲，你居然有了别人！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秋怀，醒醒吧！看在我们有过一段情分，好心告诉你，当你戏耍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也在被别人戏耍，自己造的孽，自己受着吧。”秋怀沉默了良久，他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，嘴角浮出一丝惨笑。所以，当初你开7个小号，不是为了讨好我，而是为了更好的离开我。我诚实地点了头，没错。秋怀脚下一个趔趄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挡在我身前的男友，终究还是慢慢地下了楼。走到最后一级阶梯时，他回过头：“玲玲，从前是我对不住你。你的新男朋友看上去很好，祝福你们在一起能够得到幸福。”男友紧紧将我揽在怀里：“不用你祝福，我们会的。”夜幕下，秋怀的身影逐渐远去，直到与黑夜融为一体，男友才放心地转过头，上下打量着我：“所以，玲玲，你以前开了7个小号，专门陪他谈恋爱。”我后背一僵。糟糕，之前秋怀的话被男朋友听见了，这看起来是要算旧账。我干笑着解释：“那不是谈恋爱，是为了收8份红包和礼物，挣点零花钱吗？”男友仍是醋意泛滥：“你这脑袋花花肠的很多啊！”我嘿嘿一笑：“你要是喜欢，我也可以陪你这么玩，何必费那个劲？”男友笑了笑：“你想要，我直接送你8份礼物和红包，不是更省事？”真的，我双眼迸发出财迷的目光。那你喜欢什么人设？我给你发挥一下演技。男友摇了摇头，摸摸我的脑袋：“玲玲，你不用扮演任何人，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了。”温柔的话语如同潺潺流水，沁入我的心扉。在真正爱我的人面前，我不必扮演任何人，他会支持我的所有，爱我最真实的样子。我不知道这段爱情是不是我的终点，但至少此时此刻，我如此全心全意地爱着，感动着，幸福着，且行且珍惜，便是如此。